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在场嘉宾，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邱敏宽，宽哥。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川普才喊胜利，就是立刻翻车了。今天会来看到的是伊朗的最新动作，100枚的导弹射穿了以色列之外，还有亚马逊的云端金鸡母也遇袭起火。纳坦雅胡这回是不是也被打怕了？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请来宾也会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我们等一下会来特别看到是在川普今天早上台湾时间发表全国的演讲，大喊是已经摧毁了伊朗的飞弹能力。那么没有想到呢，他的演讲才刚结束，伊朗是立刻是以最大规模的弹道飞弹齐射以色列，这是公开打脸美国川普所说的战果吗？第二件事情，今天也会关心，伊朗联手了包括真主党、胡塞组织攻击飞弹基地，还有它的航母亚马逊云端设施，战争现在是已经变成全面来对抗美国体系了吗？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美国跟以色列持续的打击民用的设施，反而是激起了现在可以看到伊朗的内部全民动员起来了。但是在此刻呢，纳坦雅胡突然间改口说，伊朗已经不再构成任何的威胁了，这是在为接下来要撤退。难道纳坦雅胡是在铺路吗？今天会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等一下我们会来持续的关心川普在早上发表的这场演讲，他在这当中呢，其实有说到他已经摧毁了伊朗的飞弹能力，但是刚刚提到的嘛，就立刻遭到伊朗的打脸了。我们来看到伊朗具体做了什么事情呢？一共是发射了大约是10枚的弹道飞弹，是创下开战以来对以色列的最大规模齐射，瞄准的就是以色列的中部地区。好，在这一场行动正式的已经攻击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伊朗还祭出了真实承诺4的第89波行动。这一次的行动不是单独的，他还联手了包括了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创下开战以来最密集，同时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报复性的打击。我们要赶快来看到哪一些地方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好，首先看到的是火力的规模创下史上最大的饱和攻击，超过了100枚的重型导弹，还有无人机编队一起，再加上200枚的火箭弹同步齐射，范围主要涵盖的就是从以色列的北部到南部的全境地区。打击的目标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多，有军事目标，有经济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据点，包括了以色列的主要城市特拉维夫在内，美军基地里面还包含了巴林，还里面有80名的美军的地点也遭到了精准的打击。再来看到在科威特的一架美军直升机也被摧毁，阿联酋美军指挥中心这边也遭袭，而且最新传出一共是37人在这一场攻击当中死亡。航母呢，林肯号战斗群也是遭到无人机威胁，因此只好移开了。再来就是科技战的部分，位在巴林的亚马逊云端设施也遭到了攻击，所以可以看到一系列伊朗它的攻击力道还是非常非常强劲的。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将军了，川普不是才说吗？已经摧毁了伊朗的飞弹能力，为什么伊朗是立刻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是打脸川普吗？另外看到了不只是伊朗的行动，还结合了真主党跟也门胡塞组织等等一同开火，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的伤亡，可以说看起来已经规模越来越大了。伊朗为何现在看起来越战越强？李将军怎么看？其实伊朗不是打脸川普，根本就是看破川普的手脚。我们看到这次这个真实承诺第89波的打击是非常剧烈，超过100枚的重型导弹，还有攻击型的无人机发动攻击。那这些攻击准备绝对不是在川普讲完话之后才开始做攻击准备，而是在前一天已经做好各种的攻击准备。这个导弹的弹道啊，或者说相关的数据都已经输入进去，这个目标也都瞄准好了，只等你川普讲完话以后，我就发起攻击。那我觉得这代表什么？第一个，这个伊朗早就看破这个川普的手脚，甚至于他都知道你川普要讲什么话。如果说伊朗对川普今天早上的演讲会有所期待的话，他不会在昨天甚至之前
就已经准备好这么庞大的攻击，这么大量的攻击，事实上你要事前这个攻击准备的时间要一定要很长的时间。那我们看一下川普今天讲话到底什么内容会让伊朗就看破手脚？我想说，不只是这个伊朗看破手脚，连我们都觉得对他这场演讲这个没有任何了无新意，没有任何期待。他不外就是讲这些话。第一句，他就是他打了胜仗了嘛，他的川普赢学，他打了胜仗，摧毁了伊朗所有的这种，包括到军事设施，包括他的导弹，摧毁他，让他永远没有办法发展核武另外来讲，他还讲说是这个也让伊朗来讲新的政权可以更替。那第二个，他就是威胁其他的国家，威胁第一个国家叫做北约他的盟国，你们这个如果说不帮我们没关系，以后来讲我就要退出北约。那如果说你们需要用这个油的话，你们自己去荷姆兹海峡去抢去夺。那如果你们不敢去的话，就来跟我美国买。那第二个，他威胁的就是伊朗嘛，他扬言要如果你伊朗这个不接受他的这种和平协议的条件的话他要在2到3周之后将伊朗打成一个石器时代。但是我们看到，所以伊朗就依据这些话他就立刻发起所谓的攻击。那我认为这个川普会讲这些话，可能早在伊朗的研判之中。所以我说，这个伊朗早就看穿川普会发言的内容，早就做好这次攻击的准备。是。那我称之为这次攻击，在我们军事上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叫扩张战果是一场扩张战果的攻击行动。之前他已经将美国打得差不多，而川普讲这些话很明显的，他就是准备要脱身了，从这个伊朗战争里面脱身。但是这个伊朗这时候你脱身，就代表说你美国这场仗如果继续要打，你可能美国已经打不下去。但是伊朗利用你打不下去，你有这个不能说是败战吧，最起码你后继无力的状况之下，我扩张战果。这时候很明显，我们看到伊朗这时候会发动这么大一次打击，很明显的就是扩张战果。那川普后续来讲，我认为这次很明显，川普就很难从这个战争的这个泥淖里面能够脱身。会拖住他不让他脱身的，我觉得最起码有3个地区或国家会不让他脱身。第一个就是伊朗他就继续打你包括打击你中东地区美军的基地，打击你以色列，让你美国没办法脱身。第二个来讲，我觉得会让川普没办法脱身的国家就是以色列。如果说你美国走的话，这纳坦雅胡他自己独自要面对伊朗的导弹，还要面对北边黎巴嫩真主党，还有南边胡塞组织的攻击。就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这种国土纵深有限对，它很多战争资源已经投入这场战斗里面，它的拦截导弹数量也快要库存见底。那如果说是美国脱身纳坦尼亚胡真的会哭晕在厕所里面，他会不晓得怎么办。那第3个我觉得会不让美国脱身的国家就是波湾这些国家这些国家我们看到昨天等一下我们也会讨论到，包括阿联酋，包括这些国家，他们都说要参战。其实很明显，因为我将我国家安全托付在你美国，那你美国这个惹起这场战争之后，你不能拍拍屁股搞一个跟烂尾楼一样的战争，你拍拍屁股又走，那以后你叫我们自己独自怎么去面对伊朗？我们本来跟伊朗还可以大家和平相处，大家共用波斯湾，大家共同可以通行荷姆兹海峡。那你美国惹了这场祸之后，那以后我们波湾这些鱼，我们怎么样通过荷姆兹海峡？所以波湾这些国家也不会让美国脱身。所以川普现在陷于这个进退失据骑虎难下一个局面。好，这个美国现在看起来在这场战争里面是脱不了身了，那川普只好赶快的自己个人就宣布了胜利。那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伊朗持续的扩大它的战果，刚刚讲了嘛，除了持续的轰炸美国相关的军事的设施、它的基地之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经济的重要命脉。刚刚特别提到的，包括了亚马逊云端设施，它都敢碰这当中也有非常多的人在当中，还有这一场攻击，刚刚提到的，一共是传出阿联酋美军基地37人死亡。现在看起来这场战争美国难以控制了吗？宽哥怎么看？来跟各位谈过去在老军武时代的时候，走的是飞机，走的是大炮，走的是坦克。所以过去的话，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啊、雷神啊、波音啊、莱茵金属等等的，这个叫做老的军工股。但没有想到现在的军工股呢，成为了 AI 了。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来看这次的一个战争这次的一个战争，如果我们去把美国目前所用的一个战术点线面全部都打开的话，空中的部分的话，它是在用低轨卫星，用的是星链的特殊的军规的光波传输系统。然
然后往下走的话就有预警机，然后一层一层的往下走。那这是在推演的过程当中呢，想不到过去在做军事的一个推演的话，是几千名的军事顾问，他们就逐步的沙盘推演，用了几个月的一个时间，然后去把军事计划拟定出来。但这次呢就很刚好，各位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时间点是在2月27号当天呢？原来根据 Palantir 的一个演算那 Palantir 是怎么演算呢？以色列他们就害进了德黑兰他们的公路系统之后，他们整整汇集了10年的资料。他们汇集了10年的资料的过程当中，就把各个车队，包括了哈米尼，包括所有的军事的人员等等的，所有的全部都算出来之后，然后摩萨德他收到了一则讯息，这则讯息就是在斋戒月的中间，请各位记得2月的时候刚好是在回教的斋戒月，白天是不准吃饭的，但是公务还是可以做。所以所有的人，他们就到哈米尼的家。哈米尼家当中有哈米尼，有他的太太，有他的女儿，有他的女婿，还有他的孙子。然后所有的军事人员全部都进去之后，想不到美国跟以色列这时候出击了。出击完之后，各位你就想，哈米尼当场就死亡，全家也都死亡，40名的军事将领死亡。所以后面为什么伊朗会反击？反击的过程当中，他们就现在简单的说，第一件事情先做一个小总结。现在新的军武时代 ，AI 已经是军武了。为什么呢？原来 AI 可以判读很多事，但中东这件事情来到这地方特别的麻烦。为什么特别麻烦呢？我们台湾在 AI 当中是台湾 AI 冠天下，可是我们的冠天下是硬体冠天下。AI 它的应用当中，就是用这些硬体去衍生出很多的一个软体，做出所谓的 AI token 之后，它会有很多的应用。那这次应用当中呢，刚好在阿布达比，它有3座Amazon 的资料运算中心。目前在以色列辉达有一组研发中心 ，Intel 它还有2座晶圆厂。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发现为什么后来杜拜跟阿布达比被攻击完之后，哇，这个出现的问题非常严重了。为什么出现问题非常严重呢？现在有几个问题，我先谈2个。第一个，未来的资料中心旁边要不要放爱国者飞弹？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这是因为现场被攻击完之后，台湾的工程师已经回来了，所以大家有在网络上聊的过程当中，因为台湾去修复的工程师他有说他们就说这个以色列的无人机还真的挺厉害的。为什么呢？一般的资料中心它是非常坚固的，为什么很坚固呢？里面的机台动辄一台是400万美金，一次的一个阵列各位是几百台，所以里面很珍贵。可是很珍贵，因为里面有很大的电、很大的热，所以它必须有一部分的管子要延伸出来，干嘛呢？散热。所以这些散热系统呢，他们无人机就是飞过来。各位，他们当场看到用很慢的速度，然后下来，砰的一下就把这些所谓的散热系统全部打坏了。然后全部打坏了之后呢，第一件事情跟台湾求救，所以我们台湾有4间大厂，瞬间派出了几十名的工程师就出去了。所以这件事情，各位是真是假呢？目前来看是真的。所以就现在来看的话呢，台湾包括了电源的，我们不指名公司散热的公司赶快去救。那救了之后，他们目前说赶快叫料等等的，大概修复的时间需要到1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可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标准型的打蛇打7寸。那为什么呢？无人机如果去攻击它那个水泥系统的话，打不破。它是穿不破的所以就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们做这一段的小总结什么叫做这一段的小总结呢？本来美国跟以色列他们在军事的实力，在科技的一个实力，我们说真的是远远超过于伊朗。可是伊朗各位难啃啊，为什么难啃呢？伊朗的一个国家非常非常大，伊朗的人口9300万，伊朗它到底有多少的军武，我们不知道，很多事情是藏在地道当中。但就现在来说的话，决定权控在停战的决定权控在伊朗的一个手上。就最简单的，现在美国说陆军要进去，各位，单水面上那3000多颗的水雷，谁来处理？所以一时半刻，很多人都想说战争要结束，战争要结束，没有想到星期4的一个早上，川普的一个演讲，真的是给全世界狠狠的又扇了一巴掌所以全世界的金融市场还是乱。所以再跟各位谈目前可能停战的决定在伊朗的手中。好，停战的决定在伊朗的手中，但是目前最不想停战的国家是谁？是以色列。所以呢，我们现在来持续看到，那美国跟以色列又持续的在发动攻击。刚刚讲的都是前面伊朗不断的发动攻击，但是美国跟以色列最新攻击的目标已经打到了伊朗它的民用设施里面去了。当然了，引爆的就是伊朗现在内部全民动员，包括了这个总统，我们看到画面了，总统跟他的外长现在是也不担心被攻击嘛，他们就直接走到人群里面去强化这种全民抗战的氛围，在伊朗已经全部掀起来了。那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他也最新发表言论，他说呢，在对这场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他也坦言，确实啦，以色列
也造成了不小的代价。但是他认为说，伊朗已经不再构成生命威胁了，这个是在为自己找退路吗？为什么这么讲？那赖老师又怎么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伊朗的政权的一个结构，跟美国、以色列这一次的攻击有没有产生这个正负的一个效果啊？原本美国跟很多国家、很多的所谓的专家都误判，认为说这一次以色列跟美国的攻击可能会让他的反对派起来，就把这个政权推翻了当时川普也是这么说嘛，川普也特别说：“哎呀，你们这个要走上街头，接管你们的权利取代你们的政府组织，就等于是推翻嘛。那我们美国的军队马上就来了所以你们准备迎接王室的到来。”这个当时美国的川普也是这样做判断，但是《纽约时报》讲了一个很实在的话，说反对伊朗政权、想把伊朗政权推翻的大概就几百万人，可是伊朗有9300万人那你就几百万人，等于是8000多万人，他并没有要把伊朗的政权推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伊朗的民众里面有没有很多对政府不满的？很多不然的话不会一口气就这么多人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只因为手机变贵了物价变高涨了，然后就有很多人走上街头，对政府不满，对国家不满，但是不到要推翻的地步，这个至少有几千万人跑不掉。可是问题就在于，当这次美国跟以色列把小学的小孩子杀了，炸了这么多的民用的设施，炸了这些发电站，炸了这些连续1个多月来的国际上的不正义之战，也就是没有经过联合国同意，没有经过国际社会，违反一个国际法，去侵犯一个国家主权，然后去杀害孩子、杀害人民的这样的一种行为，这个伊朗人民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换言之，也就是说，只要谁站在美国这边，谁就是叛国贼。那包括在海外的伊朗人，他们的声音也没有了，因为他们如果在支持美国政府去杀自己的人民的话，他们就是背叛伊朗人的叛徒。在国内要求要把政府推翻的，就是跟美国、以色列勾结的叛徒、叛教者。那你想，是不是美国跟以色列的这1个月的军事行动，刚好帮伊朗的革命卫队巩固他们的政权？也帮小哈梅内伊巩固他们的政权，所以现在还有人幻想说，哎呀，他们要推翻他们的政权，这些人就是完全不了解伊朗，不切实际，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对内塔尼亚胡来说，他这场仗已经打不下去了，他也没办法再拉住美国的手了。为什么？因为他内部的经济状况出了很大的问题，他的 GDP 已经退了大概8.75左右，这第一个。第二个，他的财政破口越来越大了。他又追加这个军事预算100多亿美元，但是问题就在于他的财政收支不平衡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所以经济状况越来越差，财政收支越来越严重，打的到现在没有任何效果，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再加上国际间被孤立，还有就是美国也想撤的情形下，你如果说再拉住川普说你就是给我硬干到底的话，那坦白说，你触到白人的那一条底线，那在美国的犹太人，他基本上没有生存空间。美国的犹太人能够吃香喝辣的，是因为白人的那个底线不能碰触。可是当白人要翻脸的时候呢，你犹太人还是要乖，你的底线就在那里，你可以吃香喝辣，但我要翻脸的时候，你如果再碰我的底线，那就翻脸了。翻脸在美国的犹太人会很惨，所以美国的犹太人自己也清楚知道，他是只有 money， 只有权，只有钱。可是，一旦他没有军队，他没有武力，一旦白人翻脸的时候，那就是把你抓起来了。那法律可以制定，可以把你抓。所以我个人是认为，以目前来看，内塔尼亚胡也知道他拉不住，也不该拉，也不应该拉，所以他现在要配合川普，就是说您决定，您是老大，您说了算。所以您会发现，他那个内塔尼亚胡现在的讲话越来越软调。越来越改掉，而且他也知道他在国际间孤立，所以他就说：美国你老大，你川普你决定，你不打了我就不打，你要打我就继续打，反正您说了算。所以您会发现内塔尼亚胡在为他自己准备一个下台阶。不要忘了，他把他的太太小孩都送到美国去，他也在准备自己以后要跑路吧。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